在明面上，道教的实力天花板是三清，他们分别是玉清元始天尊、上清灵宝天尊和太清道德天尊。但这只是表面上，其实在这三位出现之前，曾有一些实力强大且不为人知的原始神明，他们的实力完全不输三清。比如说，在东晋的枕中书之中，就记载了一位太元圣母，其全称是万气祖母太玄玉极元景，自然是九天上玄玉清神母。雷祖，也就是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、伏礼元始天尊的第九子，玉清真王的化身。也有一种说法，是轩辕皇帝升天之后，成为了万雷之精，执掌四方雷电，封号为雷祖。如果真是轩辕皇帝升仙所化，那这个雷祖的来头可就大了。同样不为人知且实力强大的神明还有几位大神，他们是道教最早敬奉的神灵三官大帝，也称三元大帝或者三官帝君。他们分别是天官上元一品赐福天官紫微大帝，隶属玉清境；其次是地官中元二品赦罪地官清虚大帝，隶属上清境；还有水官，其名为下元三品解厄水官洞阴大帝，隶属太清境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真正的冷门之高神，那就是东皇太一。可能有人通过游戏知道这个名字，但他的实力和来头远比你想象的要厉害多，因为他是出现在盘古开天地之后的至高神。在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当中记载，古有天皇、地皇、太皇，太皇就是东皇太一。关于他的记载，最初见于屈原所作的诗词九歌当中。太一，姓名，天之尊，神祠在楚东，以配东帝，故曰东皇。在民间流传里，基本上大多数人都尊东皇太一为天帝，直到宋真宗时代才开始慢慢的吹捧起玉皇大帝，而随着道教完全兴起，东皇太一才慢慢没落。淮南子当中也有东皇太一的记载，洞同天地，混沌为补，未造而成物，谓之太一。太一这两个字本来就是至高唯一的意思，这么一位创世神明，众星之主，可谓是真正的很神，只不过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厉害程度。当然，东皇太一也不是世间唯一的神明，除了东皇太一之外，上古时期也有信仰日月神明的太阴元君和日宫太阳帝君。太阴元君出自《洞渊集》，是道教的月神，全称月宫黄华素耀元精圣后太阴元君，下管五岳、五湖四海、12溪水府和丰都罗山百司，其职责是校定人世间的生死祸福。日宫太阳帝君是道教的日神，全称日宫太丹炎光玉明太阳帝君，上管中天28星宿，掌三元万灵天官，其职责和太阴元君一致，也是管理人间的祸福。除了这些道教的神明，佛家当然也有大日如来、释迦牟尼佛的三身之一，或者是大势至菩萨，其实力也是强大无比。当他行路之时，十方世界的一切都会震动，而大地震动的地方会生出500亿宝华。当他坐下来时，整个世界都会成为金光佛国。在这些原始神明之下，还有一些略逊一筹的神兽，比如应龙，他是民间流传中的创世龙神、真龙、祖龙，后世的所有龙都是应龙的子孙。同样不为人知且实力强大的神明还有陆吴。在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的记载当中，西南400里有一位掌管地之下都和天之9部的神明，准确来说是神兽，名为陆吴。他统治的蛟龙、凤凰、不死树，随便放出一样都是神兽级别的，这些都是神明。其实在人类当中也有厉害的人，比如树亥。在舜禹后期的时候，有一天皇帝与命令树亥丈量天下范围，树亥就从北极用脚走到了南极，用了多少步呢？75步而已，就这么几步，共丈量了2.33500米远。三界中，人妖鬼怪、仙神佛魔分得清清楚楚，天地人三界不可逾越。由于天界的神仙们活了1000万年，智商也都变得奇高，唯一能衡量天界神仙战斗力的，就只有修为和法宝。天界的神仙中各司其职，有的神仙是为战斗而生的，也就是战神，而有3位战神被称为天界最强，他们分别是哪3位呢？
第3位，诸侯战神二郎真君。二郎神是儒道释三方和古代官方尊奉的神祇。二郎神俊雅一皇，力大无穷，法术无边，通晓8、9玄功，却挺有神眼，手持3尖2刃刀。二郎神流传已久的神话传说有二郎治水、丹山赶日、搜山降魔、二郎擒龙、二郎斩蛟等。随着道教神灵体系的完善，又被纳入道教之中，成为道教中的尊神。在民俗中，二郎神更是一位神威显赫、善于变化、英勇善战的天神，能安四方、护边陲、解民苦、助中兴。外表为特殊的3眼少年神，容貌俊秀，身佩3尖2刃刀，更有神犬神鹰追随其身，神通广大，万般变化。不仅神威显赫、善猎能战，而且正直仁义，为民除害，显圣护民。二郎真君为何被称为诸侯战神？因为他有自己的领地，与天庭分割管理，叫灌江口，有自己的武装部队，眉山兄弟和7200草头神。二郎真君只听调不听宣，本质上还是得接受天庭命令的，所以还是天庭战神。二郎真君的最强法宝是山河社稷图，山河社稷图是女娲传下来的，是上古10大神器之一。二郎真君与孙悟空斗法，每略胜孙悟空一筹，最后锁了孙悟空琵琶骨，生擒孙悟空。二郎神司掌神职甚广，为水神、猎神、护国神、蹴鞠神、系神、儿童保护神、农耕神等，晴水驱病，消灾祈福，驱妖逐魔，护佑国家，无所不及，故百姓顶礼膜拜，敬而祭之。二郎真君乃世间解之男神，内外光明，法力无边，文武双全，侍奉天道，活成神话，利益众生，兼具镇守、降魔、成长全方位功德。连接二郎真君对我们个人的成长、能力培养、情商提升、正直仁义特质、修行出世、世间财富地位成就都有极大帮助。第2位，荡魔战神真武大帝。真武大帝又称玄武大帝、9天荡魔祖师、三元都总管、玄天上帝等，尊居元和千孝府。中国4大名山中的武当山便是真武大帝的应化道场。真武大帝形象非常威武，其身长100尺，披散着头发，金锁甲胄，脚下踏着5色灵龟，按剑而立，眼如电光，身边侍立着龟蛇二将等。元始天尊说，北方真武庙经注，真武帝君原来是敬乐国太子，生而神灵，察威之运。长大成人后十分勇猛，唯悟修行，发誓要除尽天下妖魔，不愿继承王位。后遇子虚元君，授以无上密道，连月游东海，又遇天神授以宝剑，入太和山修炼。居24年功成圆满，白日飞升，玉帝下令斥镇北方，统摄玄武之位，并将太和山易名为武当山，意思是非玄武不足以挡之。真武大帝有多厉害，看他的手下王灵官就知道。孙悟空大闹天宫，打得天庭众将措手不及，就在孙悟空快要打进凌霄宝殿时，被王灵官拦截，孙悟空止步不前。而王灵官正是真武大帝的手下。真武大帝法力无边，能断一切妖邪，能驱一切魔精，能避水火之灾。真武大帝只听玉帝号令，是战神级别的人物。天庭初创时，北天门以外群魔乱舞，真武大帝受玉帝命令降魔，一出手便荡平北方妖魔，被誉为荡魔祖师。后来真武大帝坐享武当山，武当山在南赡部洲境内，以至于南赡部洲无一妖魔敢驻足。右圣咒称真武大帝是太阴化生，水位之精虚威上应，龟蛇合行舟行陆河，威慑万灵。因此真武大帝属水，当能治水降火，解除水火之患。明代宫内多建真武庙，就为其免水火之灾。第1位，上古战神刑天。上古时期3界的主宰还未定，一切还在大战中，主要的一战就是黄帝战蚩尤。如果当时蚩尤赢了，蚩尤就是3界的主宰，他的战将刑天也将被封神、封战神。可惜蚩尤败了。蚩尤死后，
皇帝隐退，蚩尤部下战神刑天不服，于是又掀起了一场战争。这时候刑天对战皇帝，皇帝凭借着实力断了刑天首级，将刑天的头封印在长阳山。谁知刑天是不死战神，越战越强，他以乳为目，以其为口，趁皇帝不注意，将皇帝斩杀。皇帝死后，刑天基本上三界无敌，上古大神、三清、女娲纷纷前来封印刑天，可惜都无济于事。这时候天际裂开了一道口子，来了一位天外飞仙。此仙不在三界之内，来源于洪荒宇宙，据说修为已有2亿年，他就是玉帝。而那时候盘古开天也就100万年，100万年修为的刑天怎么敌得过2亿年修为的玉帝？被玉帝封印于长阳山，身首异处。众神请求玉帝主宰三界，免得战乱再起。于是玉帝创立了天庭，设置了仙班，三清第一个入住仙班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